阿羅漢已經解脫了。大乘說這還不夠。上一集結尾我們說，大乘佛教重新定義了修行的終極目標，從自我解脫變成了度一切眾生，從阿羅漢道變成了菩薩道。我問了一個問題，修行的終點是一個人的寂靜，還是所有人的覺醒？今天我們正面拆開這個問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要理解這次目標革命為什麼會發生，我們得先回到阿羅漢這個詞的本意。在原始佛教裡，阿羅漢是修行的最高果位。巴利文 Arahant 字面意思是值得供養的人，後來又被引申為殺賊，意思是殺掉了煩惱之賊。阿羅漢斷盡了貪嗔癡，不再被任何東西牽引回輪迴，他把苦連根拔掉了。這就是佛陀指出的終極目標，滅苦，解脫生死。在佛陀的時代，這沒有任何爭議。佛陀本人在世的時候，從來沒有把阿羅漢和佛分成兩個不同等級的東西。在最早的巴利文經典裡，阿羅漢是佛陀最常用的尊號之一，和如來、正遍知並列出現。四聖諦、八正道、37道品，整套修行系統的指向非常明確，只息苦，斷除輪迴。幾百年來，無數修行者把全部生命壓在了這個目標上。舍利弗做到了，目犍連做到了，大迦葉做到了，還有數不清的無名比丘和比丘尼。這不是理論，是用一輩子換來的實證。但問題恰恰出在這裡，佛陀自己在成佛之前經歷了什麼？他不是直接證了阿羅漢果就停下來了，他在菩提樹下用一整夜的時間看見了緣起法的全景。證悟之後，他做了一個關鍵的選擇，他沒有直接入滅。傳說中梵天來請法，佛陀猶豫了一下，然後決定留下來教。這一教就是45年，直到身體再也撐不住為止。如果阿羅漢就是終點，那佛陀在證悟之後的45年到底算什麼？早期佛教的標準答案是這樣的：佛陀是自覺覺他的，阿羅漢是自覺的。佛陀是自己在沒有老師指引的情況下走通了整條路的人，阿羅漢是在佛陀的指引下走通的。差別在於誰先發現了路，不在於他們到達的地方有什麼不同。這個解釋在佛滅後的最初幾百年基本夠用，但隨着部派佛教的發展，一條越來越深的裂縫出現了。佛陀能做到的事情，阿羅漢能做到嗎？佛陀能教法45年，根據每個人的根器給出完全不同的教導。對年輕人用一種比喻，對老人用另一種比喻，對國王說國王聽得懂的話，對牧羊人用牧羊人的語言。佛陀有一種被後來的論點歸納為實力的能力，他知道眾生的種種根性，知道因果的來龍去脈，知道修行的各種道路分別通向哪裡。這些在早期經典裡是有明確記載的。阿羅漢有這些嗎？在大多數經典的描述裡沒有。阿羅漢斷了煩惱，但並不具備佛陀那種全景式的智慧和無限度的教化能力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佛陀和阿羅漢到達的是同一個地方，這些差異從何而來？這個疑問不是大乘佛教憑空捏造的，它的種子在部派佛教內部就已經開始發芽了。我們在前面幾期講過，佛滅後大約100年到300年間，大眾部系統裡就出現了一個著名的論點：阿羅漢有餘。也就是說，阿羅漢雖然斷了煩惱，但可能還有一些微細的不完滿。大眾部甚至提出過所謂的大天武士，聲稱阿羅漢仍可能在夢中被誘惑，仍有不染污無知，仍可能有疑，甚至需要別人指點才知道自己證了果。這在當時引發了軒然大波，上座部堅決反對。但這場爭論本身說明了一件關鍵的事：對阿羅漢的絕對完美性，並不是每個人都深信不疑的。懷疑的種子在第一次大分裂的時候就已經埋下了。大乘佛教做的事情，從歷史角度看，就是把這顆已經存在的種子澆了水。他說，阿羅漢確實斷了煩惱，確實不再輪迴，這一點完全承認。但是障礙不只有一種，大乘引入了一個改變一切的二分法：煩惱障和所知障。煩惱障就是貪嗔癡，讓你在輪迴裡受苦的那些力量。阿羅漢把這些全斷了。所知障是什麼呢？
它不是讓你痛苦的東西，而是一種更微細的認知遮蔽。打個比方，你把擋在眼前的灰塵全擦乾淨了，不疼了，不癢了，但你視野的範圍還是有限的。你看到的世界是清晰的，但你看到的只是全景中的一角。你不再受苦了，但你還沒有完全看見。這個差別很微妙。你停下來想一想，自己日常生活中有沒有類似的時刻？問題解決了，但總覺得哪裡還差一點。在大乘的框架裡，佛陀之所以能做到阿羅漢做不到的事，教法45年，針對每個人的根器即興開示，以無盡的耐心陪伴眾生走各種各樣的彎路，不是因為他更努力、更有毅力，而是因為他同時清除了兩種障礙。他不僅滅了自己的火，還看見了整片火場的全貌。這個區分一旦被確立，修行的地圖就被徹底改寫了。阿羅漢不再是終點，而是路上一個極其重要的節點。終點被推到了更遠的地方，成佛。而從阿羅漢到佛之間的那段漫長旅程，就需要一條新路，這條路叫菩薩道。但菩薩這個概念不是大乘發明的，在最早的佛教傳統裡就有。巴利文 Bodhisattva 意思是追求覺悟的有情，只不過在早期佛教裡，這個詞幾乎專指成佛之前的釋迦牟尼。他在無數過去世中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，積累了足夠的波羅蜜資糧，才在最後這一世覺悟成佛。這些過去世的故事被收集在本生經裡，一共547個故事，每一個故事都在講同一件事。佛陀在成佛之前已經走了非常非常久的路。你注意到了嗎？在早期佛教裡，菩薩是一個專屬詞彙，幾乎只有佛陀的前世和未來佛彌勒才叫菩薩。普通修行者的目標是阿羅漢，你沒有資格走菩薩道，因為那條路是佛才走的。大乘做了什麼？他把這條路線開放了。他說，成佛不是釋迦牟尼一個人的專利，一切眾生都可以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最終成佛。你和佛陀之間的差別不是本質上的差別，而是時間上的差別。他先走完了你正在走的路，僅此而已。這是一次根本性的權限開放，從只有一個人能成佛，到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。而且大乘最銳利的論證不是道德層面的，而是哲學層面的。如果你真正理解了無我，一切現象之間不存在本質性的邊界，我的苦和你的苦在缘起層面是同一張網上的震動，那你怎麼可能說我解脫了，跟你們沒關係？大乘的邏輯是，一個真正徹底領悟了緣起的人，不可能只管自己，不是因為他應該慈悲，而是因為他已經看見了，所謂自己和眾生本來就不是兩個東西。慈悲不是一種道德附加品，而是智慧走到底的自然結果。在大乘看來，阿羅漢選擇獨自入滅這件事本身，恰恰暗示着他對無我的領悟還差最後一層，因為他內心深處還保留着一條看不見的線。這是我的解脫，那是別人的事。你仔細感受一下，這條線是不是也在你心裡？它就是所知障留下的最後痕跡。當然，這是大乘的論證，不是所有傳統都接受。上座部佛教從來不同意阿羅漢不夠徹底這個說法。在他們的體系裡，阿羅漢就是完全覺悟。佛陀與阿羅漢的差別在先後，不在深淺。2000多年了，這個分歧至今沒有定論。我不打算替任何一方站台，我想做的是讓你看清這個分歧的結構，因為它不只是一個學術爭論，它是一個關於覺醒到底意味着什麼的根本追問。如果覺醒只是只息個人的苦，那阿羅漢就是終點。如果覺醒意味着徹底看清實相的全部面貌，包括你與一切生命之間的不可分割性，那僅僅只息自己的苦確實還不夠，因為你的理解還沒有走到底。但目標升級也帶來了新的風險。阿羅漢道的路線圖清晰而具體，4聖諦、8正道、持戒、禪修，一生或數生可證。菩薩道呢？發願度盡一切眾生，行6波羅蜜、3大阿僧祇劫。在某些經典的描述裡，這個修行歷程幾乎是永恆的。當終點被推到無限遠的地方，修行者很容易陷入一種新的困境。我發了一個宏大的願，然後呢？天天過日子的時候，
這個願到底怎麼落地？菩薩道會不會變成一張永遠兌不了現的支票？這不是後人的猜測，這是大乘內部從一開始就面對的真實張力。後來的許多大乘經論，比如寂天的入菩薩行論、無著記述的瑜伽師地論，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：菩薩道到底怎麼一步一步走下去？關於具體的實修框架，經典解讀系列後面會專門展開。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社會學維度，阿羅漢道的主要修行者是出家眾，你要放棄世俗生活，全身心投入禪修和戒律。對絕大多數在家居士來說，這個門檻太高了。你有家庭，有工作，有老有小，你怎麼可能過出家人的生活？菩薩道打開了一扇門，他說修行的核心不只有禪定和斷欲，還有布施、忍辱、精進、智慧，這些在家人也能做，你不需要出家也能走覺醒之路。從這個角度看，大乘不只是一次哲學突破，也是一次修行準入門檻的下降。當佛教從一個出家人的精英傳統，逐漸與更廣泛的在家社區發生互動時，修行目標的調整幾乎是歷史的必然。學術界對此有不同看法，有學者認為是居士運動催生了大乘，也有學者認為最早推動大乘的恰恰是一群森林中修苦行的比丘，他們覺得主流寺院僧團太安逸了，已經偏離了佛陀的精神。到底是誰先點燃了大乘的火種，至今沒有定論。但有一點是清楚的，這個轉向醞釀了幾百年，在部派佛教的縫隙中慢慢生長，不是一夜之間的事。最後，我們用全系列的校準锚點來做一個審視，從阿羅漢到菩薩這個轉向，距離佛陀在菩提樹下看見的那個東西是近了還是遠了？我的看法是兩者都有。近了的部分，如果佛陀的核心洞見是缘起和無我，那大乘把無我推到了邏輯的極致。真的無我，你怎麼可能只關心自己的解脫？這個推演確實更徹底。遠了的部分，當修行目標從清晰的滅苦變成宏大的度一切眾生之後，很容易在美麗的願景裡迷失方向，忘記了佛陀最樸素的叮囑：看見你腳下的苦，這一刻的苦，別的以後再說。歷史已經證明了這個風險。後來某些大乘傳統確實走向了越來越華麗的敘事，離佛陀赤腳走在恆河平原上，面對面幫人滅苦的那個樸素起點越來越遠。這兩面同時存在，承認他們比選一邊站更誠實。有朋友在評論區問過一個特別好的問題：菩提心和無我不是矛盾嗎？你發了一個宏大的願，要度盡一切眾生，這不就是最大的我執嗎？這個問題問到了大乘的心臟，而回答這個問題的那部經，那個哲學突破，恰恰掀起了整個大乘革命中最震撼的一聲驚雷。它叫般若經，它要把空這個字推到一個讓所有人不安的極限。你覺得覺醒應該停在阿羅漢，還是繼續走向菩薩？評論區告訴我你的想法。我是王立杰，我們下期見。